YouTube 家人们，欢迎回来这一集的我们的新年特备的下一集。那上一集呢，我们就邀请了我们的 Francis 来跟大家分享这个我们的生肖，还有这个哪一个位置是你的财位。那我的狗呢，就是排第5名的可是好像第5名也是不错算了出来过后，我也是比较清楚知道我要怎样子去规划，或者是去要小心的东西。那个是关于我们自己的生肖，还有我们在哪一个位置可以投资。那这一集呢，大家注意，还没有看的去上一集看回去。那这一集呢，你更要看很多次，为什么呢？因为今年你要买什么，你要投资什么，方向是什么风水师会有这个预测嘛，对不对？所以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 Francis 再继续跟我们分享这个易经里面是怎样记载这个东西的。他们讲一句话，很多东西都是整定了的，就是很多东西都是注定了的，看你怎样子去 grab 这个 opportunity 罢了。So 好话不多说，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2025年来讲，我们会是怎样子去走这个运程的，所以我们做投资的怎样子去可以看到一些 potential 的行业，或者是一些公司股票，一些 stock tips 可以问一下怎样子去看这个东西。OK， 好，我们 pass 给 Francis 来分享一下。相信大家都已经很熟悉了，就是我们2024年到2043年这一段时间都是在走离火的9运，对不对，廖老师？大概懂了，我只是比较记得是那个南方有财所以是火运是南方有财对，然后比较不同于前几年的是，我们今年也走入了2025年的流年的火运。流年是指那一年的运势的情况，就是一个灯啦，像我们投资讲该年份这样子啦。OK， 对，比如说去年是甲辰年嘛，所以我们在走的其实是一个木土的这个运势。OK， 所以今年流年的火运是走什么样的运势呢？对，我们今年是叫乙巳年，乙代表的是樱木，也就是说可能 garden 的这个花花草草木木。然后巳它是代表生肖蛇，然后它的五行是属火的。其实我们现在还没有真正进入乙巳，我们要等到2月3号星期一晚上10点10分的立春才会正式开始这一个乙巳流年的这个运势。立春是那个立鸡蛋那一天对，所以是10点10分才要立鸡蛋。对，好，要这样吃的咩？不是早上的咩？今年会时间会比较迟一点。我晚上就立鸡蛋，就看 Instagram 很多那种立鸡蛋的耶那种所以2月3号前，你接下来要讲的东西都是不是很 apply 也不可以这样讲，因为它的气流的转换不是一下子转换的，它是慢慢的交替。所以现在我们已经感受到乙巳年的这一个磁场，收一下这个磁场。对。好，我们看一下乙木，它是五行属木嘛，然后巳的话，我在这边就直接讲是巳火，所以在五行来讲的话，是一个木火相生的一个组合，它也是一个木虚火实的一个组合。所以在这个组合里面是以火的力量为主导的，然后因为有木去生这把火，所以这把火的力量其实是生生不息的。就说我们在离火9运，然后又碰到2025年的这个生生不息的这个流年火运，其实是火上加火，就是讲今年特别旺今年的火特别旺。OK， 不就是讲你不管做什么东西，只要你肯做，今年会是一个很旺的一年。也不一定，对，要看你的八字。对，要看你的八字。假如你的八字里面是我们叫的是喜火，这是需要火的话，你 OK， 我预告一下，我们2025年、2026跟2017其实都是火的天象，因为26跟27都是火旺的年，所以接下来3年，如果你的八字是喜火的话，就要好好把握这3年。所以你给我算一下可以吗？可能在八字里面火是来帮助你的话啦，可能现在这时候大家就有一点，如果你的八字是喜火的话，你现在可能就有点感觉到了，是会比较顺。OK， 如果没有喜欢火的嘞，没有喜欢火的话，可能就开始会觉得有一点 K 这样子，包括好像比如花这么多钱买多多，为什么中奖的不是你之类的？这个很多人有这样好像。开玩笑，就是开玩笑。OK， 好，就是可能就是没有这样顺心，或者比较平淡一点点对。OK。可是如果你是需要火的话，你现在就会很有 feel 了。有 feel 现在没有 feel。就是开始会有很多机会啊，或者是好像有 spotlight 在你头上，这样子的一种感觉会被看到。OK， 你今年有火吗？我本身就是属我本身就是火命的人然后我是需要火来帮我的。OK。
这样就是讲这几年你要抓住这个，对，这3年是关键的年。投资要放多一点钱这个。OK。然后因为这个火很旺嘛，所以它会带给我们的能量是一个积极向上的，因为火都是往上窜的，然后火都是很快速的，所以这3年，包括今年的话，节奏是快很准的。然后在这1年里面呢，会有很多人都会有这一个主动想要做出改变的这一个动能。换工算是改变了。换工算是改变。我有一个问题啊，如果我今天买了这个东西，它突然变了那个东西，我是需要去改变的啦。就是比如说我原本买这 A， 然后我看到 B 起了，这样我应该要去追这个 B 的股票，可以这样子讲吗？因为要改变嘛，所以我要快很准。这个改变呢，这个改变是要往好的改变。哎 ，OK， 好了，我买股票也是好吗？OK， 这样还有什么流年关系到趋势在股票的吗？可能就可以讲一下，我要讲指快很准呢。在什么行业？因为今年乙巳年是它里面其实还有藏有一些能量，我们叫所谓的藏干。这一把火里面其实会藏有金的力量，金去克木，木又去生火的话，所以它整体的运况其实是代表今年的运况是比较复杂多变的。然后巳还又是驿马的话，所以变动也会比较多。OK， 就是今年的运势整体来讲，我们是在旺的一年，但是这个旺来讲，就是讲它可能股市的话就是叫暴涨暴跌，可能是这样讲的。对，会比较很多波动。OK， 很多波动的一年，那说这个大家也是要注意一下，你的起伏、情绪这些可能都有很大的波动的话，是要注意这样子的意思啊。OK。对，然后我们就看一下。在火这么旺的情况下，有哪一个领域是利好的 ？OK， 然后其实有很多，包括航空啊、航天啊、广告媒体、文化、石油燃料、美容影视、光学通讯、心灵、机械等等。OK， 像去年的时候，我也是有问我们请来了一个嘉宾，所以他也是有分享到，这些行业会好啊。所以这个是定的吗？还是说每一年可能会拿掉一些？没有，这个是定的，因为他们本身的行业就是属火的。所以就是会旺它就对了。就是会旺它，只是看旺的程度大小。所以呢，这些人呢还要这样子抓到这个趋势，他就要很积极啊，快很准啊。对，你就要快很准，不要这个浪过了你才去抓这个浪。这个东西我们说，这个易经里面是给我们一个方向，是吧？不如我去 narrow down 看一下哪一个 sector 我们可以真正去关注的。OK， 很好。我是从易经的这个角度来去分析这个2025年的运势，然后我们是以10年卦的这一个方式来看。小老师有听过10年卦吗？没有，直男就有啊，10年没有。10年卦的话，我们有听过值日生嘛，对不对？就是当天要值班的人。然后10年卦的话，就是那一年要值班的一个卦。OK。今年的话，2025值年卦是革卦。然后这个值年卦的观念是由宋代的一个大师邵雍他提出来的啦。所以他在当年提出的这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这个世界的运行其实是它有周期性的规律的。还是讲是有 cyclic 这样子啦。对，是有一个 cycle，然后这个 cycle 是固定的。然后值年卦它是会反映那一年呈现的整体的状态咯，所以它也对世间万物都会有起着一个影响的作用。就是他现在会跟我们讲革卦是什么啦，那我们来看一下。可能大家还是不太明白啦，我就举例一下。2019年值年卦是叫无妄卦。OK。然后无妄嘛，我们就会有听过是无妄之灾，有没有听过无妄之灾？它就是一个平白无故意料之外的一场灾祸咯，所以在那一年我们就中了这个 COVID-19。OK。新冠疫情。然后在2020年的值年卦是明夷卦。明夷卦是太阳进入地底的一个卦，也就是说黑暗的这个时代来临，我们是看不到太阳的。然后那一年我们就整了全球封城，没有办法出外去看到太阳。所以就很准啊。对，准确度是很高的。那我们今年呢？今年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择火革卦会为我们带来什么机会。首先Frenchie要做预测了啊，大家我们来听一下。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在走着这个革卦的磁场了，因为它是从去年的冬至开始。OK。就是12月21号的下午5点21分，它这个磁场就已经启动了。然后革卦它是由上卦兑卦跟下卦离卦组成的。然后兑卦是指泽水
然后离卦是子火。OK， 所以就是水火相冲。对，水火相冲，就是因为有这个相冲，因为水跟火是相生也是相克的，就是它们碰撞在一起会有这个爆发力，所以才会带来改变跟变动。所以这个革卦基本上它的含义有包括变革、革命、创新、突破跟改朝换代。就是 revolutions， 还有就是改变啦，就是对 revolution， 就是 innovation 是吧？我们刚好21 Days 今年的主题是 innovative OK， 我觉得如果是这样子讲的话，是不是说我们好像从马车去到电车这个不是电车哈，就是汽油车的那个年代，说现在可能我们从普通车去电子车，所以这个卦指的是这个意思啦。对对对，就是 something 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改革，是我们可能现在就会进入到下一个时代。AI 的革命，小红书的年代短视频的年代，这样子的意思。对对对。这样我们继续一下，看这可以买什么公司。OK， 可能我现在讲这个，有些人会觉得放马后炮啊，就是之类的，因为1月20号特朗普就宣誓就任总统了嘛，对不对？就这个是改朝换代的啦。对，改朝换代，新世界会诞生。OK。然后之前我们在做预测的时候啦，其实事情是没有这么快发生的，可是因为今年的火真的是很旺，所以在我们做预测的时候，其实有很多事情已经在发生着了。OK。所以真的很快，今年。可是大选4年一次嘛，一定中到了嘛，不是？可是为什么它不是2024年出？为什么它不是2024年？它不是2023，它偏偏就是2025年？就跟你的卦是一样的样子。对对对，就有对应到。OK。然后这个革卦范围还是很大，所以我们也是要感谢特朗普，他帮我们 narrow 到了这个改革的这个方向，所以他就有一些新的这个他在他的演说其实也是有讲了很多次变革这一个字。OK。然后比如说还要规定美国只有2种性别，开采油气，登陆火星，终结战争，还有夺回巴拿马运河啦。我们就看一下这几年他能不能做到他所想要的这个改革。OK。还有那个电动汽车的话，那他也是有讲到你就是可以买个啥？不可以给买卖建议 OK 好。我们现在追溯回历史，好像投资的时候，教聊说我们是不是要看 history 的？你会看回 history 对吗？来预测一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在玄学方面，我们也是一样会追溯回这个历史。上一次的革卦发生是在1963年，当时就有这个医疗突破，就是世界有第一单成功的这个断肢再植的这个手术，然后有世界第一个女飞行员自己就是驾驶这个宇宙飞船去太空，这个是航空的突破啊。OK。然后就有伊拉克、叙利亚、南越有发生政变，还有中苏公开论战，马来西亚正式成立，就代表一个新格局的诞生。然后还有美国黑人民权运动，这个就是一个革命的这个运动啊。所以其实很多事件都是有符合到这个革卦的含义啦。然后也是有南越总统被杀死当年，还有最后一件是当时最轰动的一件事情，是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身亡。所以你是讲我们这个总统？我没有这样讲啊。你讲卦有吗？但是会不会有几件事情是会历史重演？可能会。这个不好说。会不会是你算了，然后你去吃啥？好，这个是节目效果，但是这个是真的是追随历史找出来的东西啦。OK。对，我们也可以根据这个历史来推断接下来哪一些事情会历史重演。要有哪些事情？我们就来预测一下2025年会发生什么事。因为我们现在走着离火9运，然后今年就是2025年的流年又有这个很旺的生生不息的火。然后加上革卦里面又有火，所以今年其实火真的是非常的旺。然后火也代表战火、军火、烟火，所以很大可能战争一样会继续。虽然讲特朗普讲不要，可是可能因为这个卦讲的是会有，所以可能还是这个卦里面会有这个迹象，会有武力冲突，所以就是会很动荡啦，那个是。但是这个卦里面也是有一点矛盾的是，这个上卦泽卦。它其实代表嘴巴，然后代表开心的一个对谈的一个动作。对，所以会不会有可能是以协议啊，或者是协商的方式来达成这个想要的结果，也是有可能的。就是讲可能想要打，可是过后谈就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对。OK， 好，这样还有什么事会发生吗？
然后今年的话，也因为会有这个政治的冲击，所以可能也是会有政变啊、中美脱钩啊、逆全球化这一些现象发生。所以你是讲特朗普也会再被？这个不会播。OK， 好。这样我们看这有没有第二件事情是什么？然后比较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是通过中国的这个立春八字的推算哦，也是有看到一个国家的重要级的领导人物，今年可能会被拉下马，或者是可能会被害呀、OK， 我们就拭目以待啦哈。OK， 这个是可能性啊，对不对 ？OK， 那还有没有什么事会发生？第二件事的话就是今年商业模式会完全的是有一个崭新的这个模式，然后包括很多的我们以前完全想不到的这个创意的产业，然后尤其是五行属火的行业，这3年大家就真的要把握好了，因为会腾飞发展。心理咨询也是有，心理咨询也是有。OK， 哇，你觉得你最喜欢哪一个行业？我最喜欢哪一个行业？AI 啊，这边有 AI 吗？人工智能啊，所以你会买 AI 啊？OK， 好，没有买卖建议，没有买卖建议。OK， 好，我们去第3件事情会发生。第3件事情的话，今年是 AI 时代的爆发点，然后可能我们之前听了很久的、画了很久的大饼呢，很快会吃到。比如说机器人。OK， 自动化科学发现啊 ，robotics 这些都是我们听了很久的，元宇宙也是。就是那些美国大佬给的大饼啊。对。我老板给的大饼有没有？不是啊，你们老板有没有画大饼？可能会实现哦。OK， 好，我们还有没有第4个？在进入下一个之前，因为小伟老师投资，我们都是投资未来嘛，对不对？对。OK， 所以我也去给博下看了2026年的今年卦是什么，来让我可以在投资的时候2025年先进场。OK， 所以你给博老师什么？OK， 明年的今年卦是同人卦。同人卦。同人卦。OK， 同人卦它的传统的含义啊，就是说2个人有同样的目标，然后它也是一个讲求合作跟联盟的一个卦。OK， 就是要 partnership、JV 这种啊。对，这个是它的传统含义。OK。易经博大精深的地方在同样的字啊，我们套在不一样的时代，它会有不一样的意思。接下来讲的东西是做我的 research 是在别的地方都没有看过的啦，所以我把同人解释为和人一样。嘉伟老师，你猜一下有什么东西是和人一样？我了，没有了。robot 是和人一样。robot 不愧是嘉伟老师。就这样子，谦虚一下。所以是跟我叫我买 robot 公司。我没有这样讲。什么是 robot 公司？讲我的知识跟经验。OK， 没有买卖建议。同人的话，明年会不会是一个 robot 的天下？我们可以明年再来讨论。这样我是要今年买啦，说明年他的券他就上这样子的意思。我不知道。不知道 ，OK， 没有买卖建议啊。OK， 同人卦啦，所以这个是跟我们的第3件事，刚才那个行业有关的。对，因为 AI 这个领域毕竟也是很大，所以我会尝试一直在 try to narrow 到底哪一个东西是可以更 deep 的去看。OK， 明白。但是这个只是我个人的一个 study 啦，所以我就分享出来给大家。很好。好，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第4个，2025年会发生什么事？2025年一样是恭喜女生们，因为在革卦里面，泽是代表少女，然后火是代表中女，所以里面这个卦都是女性，所以女性的地位跟影响力会继续的上升。OK， 女性地位崛起，女性带领。这样如果我投资的话，我是不是要买那种女孩子比较多的公司？可能可以看女性的相关的用品啊，就是那种化妆的公司啦。对，因为离卦它本身是代表美丽的一个卦，它有这样的含义在里面，所以女生的话，就是大家在这个火很旺的时候，可能会变到特别爱美。然后也可以关注一下有女性来带领的这个企业。女性来带领的企业，对哦，你看你是有调整牙齿啊、眼睛啊那种，全部都有很多是化妆品啊。就可能股票来讲，是不是可以买那种化妆品的公司？去年很多公司都是做到不是很好嘛，对吧？就做到好，可是股票是掉了。就今年是可以买啊。不知道。买卖建议没有买卖建议啊。然后这边的话，我就额外的就是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这个是通过中国的立春八字跟流月所推算出来的。然后上半年的话，3到4月其实是
小凶。 OK， 然后最凶的一年里面最凶的是下半年的8月7号到9月6， OK， 这个是昂摩的。按摩啦，就是这个是按摩的日历。OK，嗯像这个凶是讲不要出去啦，股票有没有关系的？行业会掉啊，行业会掉啊。没有，这个跟股票没有关系。主要是我关心大家的安全，所以就特别提出来这一点呐。OK 好，所以这个是不利外行旅行，然后注意东方的地方哦。对，沙巴不要去，什么这样讲？大型世界的东方啊，或者是你的国家的东方，都可以多多注意这个东方。都鼓励大家啊，就不要乱出行太远了，然后建议大家可以来到21内继续学习 ，OK， 我不要到处乱去，在这几个月份的时候，8月我们有线下课的时候，大家可以来到这边学习啊 ，JB 这边 OK 是可以的啦，因为不是东方啦。对。现在那个报名链接我不知道会不会有，新年的时候我们就 happy 去玩，然后今年整年都是很动荡，股市如果有 up and down， 不用怕，21内线这边 support 着大家 ，OK， 记得要学习，有线下课就要来 ，OK， 好。我们还有第6件事。在这个火旺的情况下啦，会不利于比如心脑血管的疾病啊，或者是眼疾方面，所以是属于高发年的。我自己个人是觉得可以看一下保险相关的这个股票。对，因为天灾人祸，今年的天灾人祸特别的多，所以会有的人去看保险。然后大家就去想一下，要怎样做UNH 这个股票不懂不可以买，不是买卖建议 ，OK， 可能有掉到便宜可以看 ，OK。好，我们再来看第7样事情。第7样我们可以关注在交通运输相关行业啦，因为火是属于快速的动，然后4它是属于一个驿马，所以驿马也代表交通工具，所以是属于OK。所以是属于一个快速的动的一个交通工具。OK， 快速动。教老师认为有什么交通工具是很快速的？快速啊，飞机哦。飞机。潜水艇。电子车。火箭。所以是可以买 SpaceX 啊，还是 Rocket Lab？ 不是买卖建议大家，这个是算卦吧。OK， 所以你认为这3个东西会火啦？只要是快速在动的交通工具，都可以去关注一下。OK， 快速在动的交通工具，就是之前没有的，但是有一直在讲的，有可能很快会实现到的。人都可以在天上飞这种事情啊，真是 OK 好。OK， 我们可能这样子看好像要买 Tesla， 讲一下啦但是大家我想讲一下，这个卦算不算到可以不会买得好？你都可以用 ABC 3步投资法则去看的 ，OK？ 这个卦如果有准的话就好了，如果没有准的话也没关系，我们也是可以用正确科学的方式去赚钱的。其实易经也是很科学的，对吗？对。这样你科学的算到第8件事会是什么？还有第8件事？第8件事就是今年可能会有这个人权的革命的运动，就是1963年发生的这个革命运动可能会历史重演。就是人家要反政府，还是说人权？为了争取人权，因为改革它一定是会流血跟牺牲的，但是改革的目的是为了要变更好，对不对？就是我为了要变到更好，我为了要争取我的权益，我才会去改革。OK， 明白。所以你认为今后可能政治上或者是一些policy上面会有很大的改变啊？像特朗普这样，他不是马后炮啊，不是啊，这个是原本就已经记载在易经上面的。对。就比如，就算我们不愿意改革啦，但是这个天时已经到了，我们会不得不去改革。天时地利人和 ，OK， 就看我们能抓住这个风口 ，OK。那我们总结看一下，这就是刚才讲的这个比较大的可能会发生的事情。OK， 就是讲大概是有 Tesla， 大概是 Tesla，OK 啊，没有乱开玩笑，大家可能这样子看的话，好像都是 AI 时代，然后也是有讲到这个很多关于创始的，比如说以前是我们的 Tesla 没有 Robot Taxi， 现在可能会有，或者是可能我们去火星这个东西，像特朗普讲了，会造就到一些我们意想不到的行业如果你是在买那种传统的行业，可能在未来的走势来讲，你没有抓到上这个风口 ，OK， 所以可能 based on 我们的 French 算的这个卦叫做这个值年卦叫做革卦 ，OK， 这个革卦来讲的话，利好的东西都是这些女性的东西或者是创新的东西还会跑得很快，所以希望今年大家 stay adaptive change
如果有什么东西，记得我们每个礼拜的这个 YouTube update 来听我们的 update based on market 的变化，所以你可以更快的去抓到这个趋势啊。包括你自己如果做生意的话，也是去上一些课，或者去出国去看那些大企业这样子去做学习，所以你可以抓到那个圈啊，对不对？对 ，OK， 很好。那也是今天来讲要注意我们的安全啊。对对对。这样我很清楚，我们还有什么东西要送给我们的观众了吗？在今天中。好，我再额外再多讲一个东西，就是改革是需要时间的嘛，对不对？周老师，比如说我有这个坏习惯，我不可能明年就改得成，所以它是需要一段时间的。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是我额外分享给大家的一个资料，就是2026年我们是在走这个丙午年，2027年是丁未年，然后这两个其实是古代的皇帝很怕遇到的年份，Oh no！因为它叫赤马红羊节，OK， 丙午是红色的马，就是赤马，丁未的话就是红羊，然后主要赤马红羊节带来的讯息都是不太好的，就可能以往的这个历史记录啦，可能碰到赤马红羊节的话，就会有朝代的没落，亡国，或者是当年那一年会特别多的国难。OK， 就是有很多的事情，一定是马来西亚还是美国还是什么？没有看的啦。这个没有看，因为它主要是影响在全球。就是全球可能都会越来越多这样的事情发生，very expected 啦。我们特朗普上来了过后，肯定会放话给很多这些东西的啦。说大家这个年头很多东西变很快，如果你不要被世界淘汰的话，记得有一技之长 ，OK？ 当然不是叫你一定要学投资，你可以学任何可以让你增值的东西啦。So I think 很清楚了，大家我已经得到我要的 stock tips 了不是买卖建议，不是买卖建议 ，OK？ 这个也是节目效果啦当然这边 Francis 这边他真的是用他的专业度去跟我们分析这个based on他的卦，对吗？出来的这个 result， 他给一个预测跟一个判断based on历史 ，OK？ 所以我这边是感觉好要找那些 stock tips 所以大家我们这边你看到的所有东西都好，听到的股票都好，在买之前也不可以因为说我们讲这个卦，所以这个就一定很好，然后你就去买，然后你就输钱，没有人会为了你的这个感觉还有你的第六感去买单的 ，OK？ 所以你一定要做好这个正确的投资的方式你要受到这个波波的教育，这样子去 take profit， 这样子 cut loss 这些东西等等的吧。这个是 another strong topic。把今年新年来讲的话，我希望大家with 这个今年的这个牵挂，还有我们的12生肖，还有我们讲到的一些这样子摆风水阵这些，可以让你得到的是一个更有信心的信息，而不是让你很怕，然后你就不敢去做任何东西，不是这样子的，对吗？主要是有一个准备啦，一个心理准备，我们接下来会面对的东西是什么 ？OK， 就是提前去知道一些可能会发生的事情，然后我们未雨绸缪这样子，对吗？未雨绸缪。那也是希望大家新的一年什么都有，对吗？也是希望这边得全蛇美，得全蛇美 ，OK。所以在这边，我和我们的嘉宾 Francis 在这边再恭祝我们 YouTube 的家人们新年快乐 ，OK。So 记得点击 like、subscribe 我们的频道，开启你的小铃铛。我们谢谢我们的 Francis， 我们下个礼拜再见，拜拜。